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周。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的斯卡尔 Son of Hawk， 也就是浩克之子这样一款角色。那也是因为最近官方的店铺在清仓打了一波比较大的折扣，所以我现在入手了来给大家做到这一期的测评。OK， 我们废话不多说，还是从和会开始看起吧。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和会，由于它是 Marvel Legends 85周年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套装里面的一款吧，它和我之前买过的很多85周年的和会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包括我买过的奥丁恶灵骑士、摩托恶灵骑士那一套，还有金刚狼以及后面的张帕克都是85周年的这样一款。在设计语言上面，他们基本上都是运用了和这些盒子现在看到的这些图案一样的设计语言当然他们也是第一批，我印象中是第一批运用长方形的盒子的一批之前都是异形盒子这边是一个漫画的例会同样呢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例会多的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的本体以及配件吧。OK， 那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将主体以及配件拿出来之后的一个概况了。可以看到它的配件量呢，并不是非常的大这边有个漏掉的是2支武器，一大一小，2把石刀一对替换手型是握持手以及一张愤怒头，也是被风吹的一张凌乱的头。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还是从配件开始看起。那么先来看到2把石刀的塑造，两把刀我就一起讲了先对一下焦，大家看一下上面的细节。那可以看到这次由于是石头刀，其实它不需要做出一些金属的质感来，而这些塑料对于石头的塑造，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可以的不管是上面的裂纹，还是一些坑坑洼洼的一些设计都是有做出来哪怕它比较塑料比较光面你也可以说是石头的一种光泽感而不是像之前做的金属的一些质感是非常塑料的感觉包括下面的一些布的细节可能是做的有一些肉，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将它拿在手上的话，其实是并没那么穿帮的。而后我们来看到这一对握持手，那可以看到上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看一下可以看到上面是做了一个类似于纸虎的一个全套的东西也是用石头和布给制成的，然后手上的一些细节也是有给到但是美系玩具的一个痛点就是会有稍稍的瑕疵比如说这边会有比较大一个缝合线，那可能是我个体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这颗替换头。那么这颗替换头我是会比较喜欢一些当然它身上的那一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存在2张我可能会替换将它们进行一个摆放。这张呢就是做出了浩克的一个愤怒的脸包括身上牙齿的一些细节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眼睛虽然是没有眼珠里面没有太多的细节只做出了这种荧光绿的感觉，但我个人觉得这张脸还是能做出让人感受到他比较愤怒的一个感觉再加上这个飘逸的头发，我真的感觉他就是在战斗之中非常生气的一个样子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主体的情况吧。那还是老样子，我们从头雕开始看起。那么这个头雕的话，其实你对于他眼睛的一些细节就看不太到了，他整个眼睛其实藏在阴影里面，你不太能看到他面部里面的一些细节吧，当然鼻子嘴巴还是能看清楚。然后他的长发披下来是大块的胶件所以他对于他头部的可动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干涉的，待会儿测评的时候应该也会说到。然后可以看到这张头雕就是相对比较严肃也有点稍稍生气的感觉浩克之子是非常不好惹的一个存在随时随地非常生气。然后我们来看到他身上吧可以看到这次的一个身材和后面的一些人偶比其实跟真正的大块头相比，它还是比真正的大块头小上不少。而跟毒液比的话，它又稍微高了一点点也就是居中的一个状态真的跟正常规格的浩克以及反浩克装甲比，它还是小的比较多的它也就比正常的6寸肉高了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它身上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到一些肌肉的塑造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上面的青筋以及身上独特的花纹也都有做出来。那么这个也就不多说了，大家看一眼自行体会一下它的涂装，我
个人对于这个上半身的涂装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啊，不管青筋还是肌肉的起伏都非常不错。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身上这根飘带是个仿皮质的一个配件，也是个分件。然后同样的胯部也是一个大的分件，是一块仿皮草和石头的一个分件。将它给打开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细节。那么值得一提，这边是有一个刀鞘，然后将小的那把石刀给插进去，那就是达成了这样一个玩法。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它的腿部啊，同样呢，它的腿部的细节，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上半部分要好的啊，而且全部都是有孔关节，在把玩体验上应该也是会稍微差一些。然后下面同样的仿皮草的一些效果，以及石头的塑造和刚刚的技法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也就不多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吧。OK，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侧平局啊，差不多是到这样90度，当然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90度不只是90度。然后它拥有的是蝴蝶关节啊，没有错啊，但是这个蝴蝶关节对于它前部的一个拉伸是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后部你可能需要稍微有点毅力，差不多最多也就只能到这儿了。我已经非常用力在掰了，再掰我怕它断了，也就是它的范围其实就到这儿。那这个蝴蝶结我真的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它手肘的一个弯曲，同样的是单关节基本上就是90度这样一个程度 ，OK， 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腰部的一个前倾啊，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回弹比较严重啊，一弄到这儿它可能回弹到这儿，然后再往后会有个齿轮关节咔嗒一下啊，最后到这儿，它可动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感觉比较一般。然后它的腰部平转几乎是没有，但是它其实是有做到那个刀部的一刀切的，但是大家看到如果非常用力转，它会把这个配件穿帮出来。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腿部的一个前踢啊，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幅度，后拉是这样一个幅度，侧踢是这样一个幅度，那还可以。然后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屈膝，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幅度。再来看到它的一个接地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接地性，那还是不错。OK。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它头部的一个可动啊，由于它头发的干涉，它头部可动其实没有太大的可动，左右也同样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左右一丁点的一个旋转的这样的一个可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上这颗小的头雕啊，就是愤怒头雕，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如何，有点难放啊。OK。把它安上去了。那么这颗的头雕的可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会比刚刚那颗好上不少的。我把它的四肢给归位一下，同样的低头、抬头、左右没有它们太大的可动，360度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OK， 那么对于它的可动我就测评到这里。那么经过刚刚的测评，大家也可以看出它的可动其实还算是比较一般的一位啊，毕竟所有浩克的可动其实都比较一般，哪怕是 Maximum 的浩克，其实它的可动也并没有非常大的提升啊，只是在牺牲了一些造型的前提下才有一些质的飞跃。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购买建议环节。OK， 那么经过我刚刚的测评呢，大家对于它基本上也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不管是它的素质上还是可动上啊，都有一些了解啊。那么对于它的素质来说，我只能说给它打一个50到60分的水平，基本上就是60以下的水平啊。它的素质还是比较一般的，因为全部裸露的皮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细节啊，只是一些青筋的话，其实可能是我要求过高了啊，它的这些设计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浩克之子这样一款产品也没有给出太多的创新啊，基本上也就是老旧素体和新素体的一个混用啊。当然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啊，减少一些研发的成本啊，腿部的有孔关节是大大扣分啊，并且这个聊胜于无的蝴蝶关节也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一部分啊。同时它的配件也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可玩性，更多的可玩性啊。两把武器拿在手上啊，由于可动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两把武器的感觉给人还是没有那么好的。你如果可动提升了，当然武器的感觉也会提升啊，给予人更好的把玩体验。
那么我们再来说到为什么之前没有买，那肯定是因为光看这个造型，就有些玩家就是不会太喜欢毕竟并没有像之前的浩克那么鲜艳也没有那么魁梧，算是一个中型的一个大小的玩具并没有之前浩克的那种狂野的感觉，没有那种大体型。那么我现在买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官店进行一个打折清仓的打折，我现在购入它的价格是165块包邮到家相比于之前的200到300之间的一个价格，我个人认为这款已经是打骨折价的一个产品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会再跌了吧再跌我感觉也就是10块20块以内吧，不会再大的一个区间了毕竟这款还是比正常6寸人偶会大上一大圈的一个中型人偶对于它的价格我个人认为也就到这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入手比较好的机会。当然你也可以再等一等，既然官方在清仓了，说明它的货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有可能有下跌的趋势。 OK， 那么这就是我的购买建议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你们1.3年是我更新的动力，这里是魔玩小周。